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要迈入到了7月份，也就是辛未月。那在上个月份啊，大家不知道过得如何呢？就我本身而言啊，我其实做了蛮多的改变，还有一些新的计划。那在做的过程里面啊，虽然看似是非常的缓慢，而且呢，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着。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呢，都会得到相对应的一个成果啦。那在这个月份辛未月啊，我们又会迎来如何的一个能量呢？那大家又可以怎样去利用它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手头上的工作，或者你想完成的目标？那以下就是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辛未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辛未。辛呢是属阴的金，在五行里面的金。那未呢里面的主气有我们的己土，己土也是属阴的土，所以看到土跟金，我们在八字里面五行的关系啊，这样子是属于什么呢？对，就是土生金，所以这个月份啊，基本上的能量不算太过刚烈，不像上一个月份啊那么的冲突，因为它上一个月份呢是一个相克的关系，那这个月份呢是相生的关系，所以呢你会很多事情啊会感觉比较好一点点，或感觉比较容易一点点。那这个容易呢是在哪里？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辛未它的一个画面啊，就好像一个珠宝或者有一个贵重的金属啊，从泥土里面从地下出土的时候的一个样貌。那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金属或者这个文物从土壤里面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非常的肮脏，然后表面啊沾满了很多的灰尘？那但是呢，它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别人会看到啊，以为它只是一个破铜烂铁，但是在一个懂得的人来看，或者作为一个发掘它的那个人来看，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啊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月份呢，大家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重新的去看回自己身上，或者你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是不是有一些价值没有被看到？别人呢，或者甚至你自己啊，都觉得那个事情或者那个物品是没有价值的。那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去以另外一个眼光，或者进行一些动作，去重新审视这些事情。那你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一个古董或者一个宝物这样子，所以大家在这个月份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啦。那第二个呢，需要懂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吉星其实是蛮不错的，我们有太阴，有天意贵人，有天官贵人。那这3个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贵人星。所以啊，无论在这个月份你想开始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你想像该说的第一个事情，你要去重新探索回自己身上有的东西，或者你在手头上做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得到别人的一些帮助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你会问啊，这3个贵人有差别吗？其实是有啦。太阴呢是比较属于女性的，或者呢它是在背后帮助你的一个人。那天官呢是一种高官，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或者他在政府部门里面，他属于比较高阶的一个官员啊，他是可以给到你帮助的。所以呢，你们就要针对啊，看你们本身的情况，你希望呢可以用到哪一个贵人啊来帮助你啦。那如果你是时常啊跑政府部门，你想完成申请一些准证，你希望得到一些批准的东西的话，那这个月份会蛮不错的，你就可以用这个天官贵人去帮助你啦。不然的话，你也是可以去网看，可能是你的太太，或者如果你的合作伙伴是一个女生的话，甚至呢是你的老师，
在背后啊出一些点子或者给你一些指导的人，都是符合这个太阴还有天意贵人的啦。所以如果你们这个月份有遇到什么挑战的话，记得打开你们的眼睛，去多发现你们身边啊，可能有一些人呢已经在帮助你，或者他们愿意伸出那个援手来扶持你了。好，那第3个呢，我们这个月份啊的能量对2个生肖来说啊会比较感受到。首先第一个是，如果你八字里面有马，也就是我们的午啊 ，OK， 那这个午呢跟未是相合，所以呢，无论是刚才的那些贵人，还有啊发现这些价值的机会啊，我们第一点不是说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新看到有新的价值的一个机会啊，会比其他生肖来得更大一点。那第2个生肖呢是丑。丑呢是牛，因为它跟这个未呢是相冲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大家听到这个冲的时候啊，不要太担心，因为很有可能呢，它反而是一个好事。因为通常我们这个如果是土的属性的生肖，就是辰、未、丑还有戌这4个生肖呢，都是我们的土的生肖。所以当他们属于相冲的情况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呢有一些机会或者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啊，会从里面蹦出来。OK， 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好像你拿一个石头跟另外一个石头，因为土嘛，你拿来相撞的时候，对，可能呢会比较痛，或者呢会有点粉身碎骨。但是你很有可能呢，就从里面呢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通常啊这些土的生肖在发生冲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说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所以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无论是年柱、月柱、日柱还是时柱有丑的话，我们就可以多留意这个月份啦。好，那以上呢就是3个大家需要懂这个辛未月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将会针对10个日主，他们在进入这个辛未月的时候，可以专注的一些策略或者方法，来最大化他们这个月份可以得到的一个收益。那这个部分啊，当然你是要先懂自己的日主是什么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我这里呢就把日主呢画在这里了。大家只要根据你们的八字软件找到这个位置，那这个呢就是你的日主。我们的八字日主啊是有分10种的 ，OK。好，那知道了你的日主，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进入第1个甲木。甲木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官还有正财的月份。那甲木啊，这个月份讲究的是一种的自律或者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啊，然后把你手头上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去做好。因为可以看到正官正财啊，他们呢都是非常正经的能量，非常呢专注在于要做好这个事情，要完成这个事情的能量。所以呢，甲木啊这月份你就不要想太多，不要让自己分心，尤其是把你的手机放一边。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这么容易的被太多的外在干扰影响了你的工作进度。那当你真的非常的克制，然后非常的专注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月份最大的一个收获了。因为毕竟正财呢还是一个有价值，是一个钱财的东西。好，这是甲木。那第2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走的是七煞还有偏财的月份。那跟甲木有一点不一样，你们这个月份呢走的是一种富贵险中求的能量。OK， 因为你可以看到七煞还有偏财讲究的都是一个你要直接参与一把，你要直接进入这个战场去拼搏，真的去下场去做，那你才会得到那个回报。所以呢，你可能可以想象的是别人呢可能都用一些工具或者请一些人去来帮助他们
做这个挖掘的工作。大家还记得吗？星位是你在挖掘这个土壤里面的宝物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嘛。但是乙木呢，你是需要自己下场，而且很有可能呢是你用自己一把手去挖那个泥土，那你才可以找到那个东西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月份啊，不要担心啊，弄肮脏自己那个双手啦，尽可能啊，什么事情呢都参与进去，都让自己啊亲身去做那件事情，那你就很容易得到那个回报了。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那丙火这个月份啊，其实是蛮不错的，因为呢，我们丙跟辛啊是相合的，在五行里面，所以呢，他要说的是，你要把你手头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展现出来。因为这个丙火啊，就好像一个太阳，所以你在照耀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珠宝或者一个钻石的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反光呢？对，可能啊，它反光的这个程度啊，没有这么的理想，因为有很多的土在覆盖着。但是呢，你不要忘记啊，你是丙火嘛，所以你出现的话，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别人呢都会特别想看你的，或者想听你到底在表达什么东西。所以你们这个月份啊，就是不要害怕去展现你们手头上可能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你自身可以提供的一个价值啦。好，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偏财还有食神的月份。那丁火啊，它要求你们这个月份需要做的就是比较创意一点，你们要跳脱原本的一个方式去找寻这个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比喻啊，就好像大家呢都在一个很昏暗或者很黑暗的地方，在进行这个挖掘的工作，在进行这个发掘的工作。那你呢，就是突然间想到，我们可以带一把火把进来啊，或者我们可以带一些照明灯进来啊。那个人呢，就是你，因为你是丁火嘛，所以你呢可能可以看到啊不同的可能性，或不同的一个方法，比较创意的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牵涉在里面，他们只是忙于手头上的一些工作，他们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可以加一把火，或者开一盏灯，这个事情呢就会变得更容易。那丁火呢，可能就说，你们这么黑，你们看不到东西，你怎样会达到你们的目标呢？那我就来带一盏灯来照明，然后大家就哇，原来这个事情啊可以变得这么容易。所以啊，丁火啊，这个月份你们就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那第五个，我们就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伤官还有劫财的月份。戊土这个月份啊，你们要做的就是要比较积极主动的去找，可能是你们的同行或者朋友，你在做相似或者一样的事情的一个人啊，然后找他来帮助你去一起完成你要的目标。因为这个伤官啊跟劫财这两个能量呢，都是比较积极一点，比较活跃的能量，所以呢，你们戊土啊这个月份就比较适合采取主动的方式，主动出击，去跟别人组成一个团队，或者呢互相的配合。虽然说啊，劫财是一个竞争的能量，但是呢，如果你利用正确的话，这个竞争呢也可以变成是你的团队，你的组员。因为有时候啊，我们不是要非常相似的人一起来合作，反而呢，我们需要一点跟我们不一样，或者呢，可以时常给到我们要变得更好，要做得更好的一个竞争对手啊，来成为我们的组员。那当你找到这样子的人跟你一起配合的时候，那你的目标啊就会比较容易的完成了。好，这是戊土。那第六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食神还有比肩的月份。
那己土啊，相对于戊土来说，他们呢就不需要这么的积极，反而呢是比较往内看。那看什么呢？看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或者一些其他你还没有想到的路径，没有想到的方法，可以来帮助你解决手头上你面对的问题。那如果刚才啊丁火是想一个方法，它这个方法呢是从外在的，它可能找一把火，它可能呢是找一盏灯，或者找另外一个人，或者找一些工具、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己土很有可能呢这个方法就是从你自己身上。有些人呢他们在不断的忙、不断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呢就会没有太多的一个时间去自我观察，去让自己静下来，或者让自己空闲下来的去看自己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有时候呢当我在忙的时候，如果我给我自己好像15分钟或者一点的时间啊，去静下来什么都不做，你可以说就好像一个发呆的时间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一个体悟，就觉得我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吧，或者呢我自己本身有的一些资讯，或者我懂的一些方法，我之前都已经忘记了，那我现在呢是不是可以把它重新拿出来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OK， 那就是己土你们的目标啦。那第7个呢，我们就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你们需要做的就有一点不一样，你们呢不会是这个月份的主角 ，OK， 你们要学会呢做旁边的观察者，因为这个月份啊的主角是辛金，对吧？那你们庚金呢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但是很有趣的是，庚金跟辛金啊，很多时候你们比拼的方式，或者你们比拼的那个场域啊是不一样的。那你可以做的就是要站在旁边，然后看辛金有的优势，或者呢他做的一些方式啊，是不是你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呢你有的是正印嘛，所以呢正印讲究的就是要一种研究的心态，一种学习的心态。我们在一年里面啊，不可能是无时无刻都是在做或者在努力。那有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去进行一些观察。像我们刚才己土的话，是观察自己。那庚金啊，就是要观察他的同行或者你的同事、你的竞争对手，他们呢是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提升自己了。那当我们的机会来的时候，那你就重新的出发，去展现你的能力。好，这是庚金啦。那第8个呢，我们就来到辛金。那辛金啊，当然你们就是这个月份的主角啦，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它走的是比肩还有偏印的月份。那辛金啊，你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我在前面提的第一点，那就是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可能呢，你现在手头上在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呢，别人对你的印象有一点的模糊，别人觉得不清楚你到底有什么价值，甚至啊可能会觉得老板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工作或者这个升职。那你这个月份呢，就是要去展现自己的一个能力，让别人看到啊，他们值得投入那个金钱、那个时间在你身上啦。如果你是打工的话，你就要让老板觉得值得，请你这个人呢，在公司里面是值得的，因为你帮我们的这个公司或者团队啊带来很多的价值。那如果你是自己创业，是自由工作者的话，你就要让你的客户这个市场
看到你手头上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我会说你要多专注在营销或者在形象打造上。因为心经的重点不太喜欢这个土的元素的。其实，因为这个土呢，虽然说是印，它是正印或者偏印来扶持你，但是呢，因为它过多的时候，它反而呢会掩盖掉你们心经要自我表现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们要尽可能去把这个泥土呢去给拨开来，去弄干净它，然后让你的这个自我价值可以展现。好，这是心经。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正印还有正官的月份。那壬水这个月份需要更多的耐心还有专业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因为对壬水来说这个月份就有点像在海底里面寻宝这样子。所以呢，在一个汪汪的海洋里面，你们要寻宝的话，是不是需要一点的耐心，还有一种的专业能力，你才可以做到这回事了。如果你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一点方式都没有的话，你就直接跳下水去做这回事，那你会得到任何的结果吗？其实是不会啦。所以呢，这个月份你们要多利用你们的专业程度，要多利用你们的专业能力，还有多表现出一点的耐心。因为壬水有时候会比较没有耐心，所以这个月份会比较考验你们的这个能力。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这个月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月份啦。好，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偏印还有七煞的月份，那跟壬水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呢这个月份就比较混乱一点点。它的形象就好像你们要在一个泥浆里面去找那个有价值的珠宝，所以它带给你的一个寓意就是说往前进的那条路，有时候呢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或者呢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所以你需要更多的一点的耐心，还有坚韧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对癸水来说这个月份呢会比较挑战一点点啦。不过也放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贵人在这个月份，所以我们愿意伸出那把手，那帮助呢肯定会在的。你只是要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的能量对我们来说不那么有力的时候，去退一步，或者去寻找其他人的帮助也是可以的啦。不是什么事情呢都要自己单独的去面对。那当然啦，如果你是很有冒险精神，你很有挑战的精神的话，你要自己去迎接这个挑战也是可以的啦，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呢，这个能量只是1个月了，很快呢就会过去的。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辛未月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还有你们可以做的策略。那你的日主又是哪一个呢？然后你们打算在这个月份要如何利用它的这个能量？那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啦。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